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没有了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9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我们很久没有学习 HSK 第5集的词汇了啊，所以很多同学告诉老师，老师拜托不要一直教 HSK 4，有时候也可以教 HSK 5。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HSK 5的词汇。那 HSK 5的词汇比较难，也比较不好教哦，所以希望大家专心上课哦。好，我看到艾云、Hardwin、秀珍、志忠，好，欢迎各位同学，记得帮我点赞哦。好，今天我们学习2个词汇，第一个叫跟前，跟前；第二个叫跟随，跟随。好，这2个词汇，跟前真的是一个比较口语的 colloquial， 比较 casual 的用法啊。好。那么欢迎秀秀、Henny、艺术、林子。好，跟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附近，在你旁边，或在你的前面、面前哦。所以如果我说在谁的跟前，那我会觉得这个人或这个动物或这个东西是在我的前面或旁边的位置啊。所以跟前，你们可能学过的是面前或前面，就是 like in front of。但是我觉得跟前有可能是在你的前面，也有可能是在你的旁边。哦，所以这个跟前的意思比较多一点啊。好，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一般我们会说前面或面前。那跟前其实是比较口语的用法。那听不听得懂？当然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听得懂的哦。好，那么欢迎雅玲，还有 Melly、蓝墨，还有谁？佩霞、慧君、宋平。好，我们看句子：一只小猫走到我跟前，对我喵喵叫。好，各位同学发现这只小猫是不是靠近了？所以我们说靠近。你也可以说跟前是在这个人的旁边，甚至呢在你的面前也可以用跟前总之就是在你的身边附近好，一只小猫走到我跟前。好，跟前本身可以当名词，所以这里可以加一个的，我的跟前，可以的，没问题，意思完全一样。一只小猫走到我的跟前，对我喵喵叫。那么在这里它可以当名词，你不加的也可以，那它就是一个方位词。方位词Simon， 好久不见了 Simon。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跟前更多的语法点。好，跟前常常会跟一些词组词汇搭配，像在谁的跟前，到 like reach arrive， 到谁的跟前，走到谁的跟前，来到谁的跟前，而且后面还可以加第2个动词。好，那么跟前强调的是位置，还有距离是很近的 ，close to you。OK， 好，那么比如说小狗来到我跟前，后面可以加动词，然后呢对我叫，所以后面是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动词的好，那这个语法点请大家注意一下上前的话，上前，他上前来，上前就不会加宾语了如果你用他上前来，一般不会加宾语不会加宾语所以上前是不加宾语的。那跟前它是个方位词，所以我们会加一个怎么样谁的跟前好，我们来看句子。
多多练习，你们就知道怎么用了。小孩跟前，奶奶 grandma 奶奶撒娇在。好，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了哦。这个小孩是在奶奶的身边，奶奶可能抱着他，或者他站在奶奶面前啊。Hello， 月莹，欢迎。小孩在奶奶跟前撒娇，没问题。小孩在奶奶跟前撒娇，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孩在奶奶前面，可能奶奶抱着他或者小孩并没有离奶奶很远。好，小孩在奶奶可以加个的，因为它可以是一个名词。小孩在奶奶的跟前撒娇也可以啊，你可以加个的，可以的。好，没问题的。好 ，OK， 那么这个画面非常的温馨，对不对？非常的，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哦！这个小孩跟这个奶奶都很开心，所以呢，这个画面会让我觉得很温馨啊，温馨。好，谁帮我打一下温馨？好，那各位同学，因为我们说跟前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当然听得懂啊。那你也可以说，如果是这张照片的话，你可以说小孩在奶奶怀里，可以用怀里啊。好，谁帮我打一下奶奶的怀里啊？或者就小孩对着奶奶撒娇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好，跟前也可以，没问题的。对，温馨很棒，你们都知道这个词汇啊，很好的一个词汇。好，我们来看下，对，好，林子写出来了，怀里，怀里，哦。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一样，我们注意啊，通常跟哪些词汇搭配呢？比如说，在谁的跟前，到谁的跟前，走到谁的跟前，来到谁跟前。一样，后面还可以加第二个动词。好，我们来看句子：小狗突然 suddenly 突然，小狗突然跟前摇尾巴，我跑到。好的，什么叫摇尾巴？你们看到这个照片了吧？这个狗正在摇尾巴，摇尾巴 wiggle。OK， 好。那么小狗怎么了呢？答对了，你们好厉害。小狗突然 suddenly， 好，你也可以用忽然，突然忽然在这里都可以用。好，跑到，好，跑到谁？我的，可以加个的哦，我跟前或我的跟前，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的面前啊。小狗突然跑到我的面前或我的旁边，然后呢？摇，第二个动词是摇尾巴，摇尾巴，尾巴好漂亮，它尾巴摇得很快，对不对？好，这个小狗的尾巴摇得很快，啪啪啪啪啪啪。好，小狗突然跑到我跟前摇尾巴，小狗突然跑到我的跟前摇尾巴。好，都答对了啊，很好。好的，这是跟前。可能你跟母语者说话的时候，在非常口语的情况会听到这个词汇跟前，就是面前或旁边的意思啊。好 ，OK， 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喜欢老师的直播课，可以帮我点赞，也可以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s， 成为我的小土豆，成为我的油管会员。好，大家要多多支持老师哦。这只狗很凶，会吗？我觉得这只狗在撒娇。这只狗在撒娇，然后它很可爱，它的尾巴摇得很快。我不会觉得它很凶哦，感觉是一只很温驯的狗。好，你们知道温驯吗 ？Like domestic, mild， 温驯。好，有没有人知道这么难的词汇？温驯，温驯。好，如果你们知道，真的太厉害了。好，这是一只很可爱、很温驯的小狗。什么叫温驯呢？就是它不会很凶，
他对人很友善，这个叫温驯。温顺，温顺也可以，温顺通常指的是人啊。温驯，秀秀答对了，温驯，好，秀秀是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秀秀的词汇，驯不是，艾云答对了，好，应该是这样写。温驯指的一般来讲是动物，像马，温驯的马，温驯的狗，那表示它对人很友善 ，friendly to people， 对人很友善啊，这种动物就是很温驯的动物。好，它是马字旁哦，马字旁，温驯，它的注音是温驯啊，不过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说温驯的动物。好，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汇，跟随，温驯的老公。Yeah, you can say that， 可以啊。但是大家会觉得你很 humorous， 你很幽默。哎呀，这个我老公很温驯。Yeah, you can say that very funny, very humorous. It's like your husband is like a mild dog, mild horse. Yeah, 可以的，很可爱的用法。Tame, yeah.It's like tame animal。好，跟随跟刚刚的这个词汇跟前有什么不同呢？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词性不同。跟随它一定是一个 verb， 它一定是个动词哦，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它就像英文的 to follow， 所以请你们特别注意，跟随跟前的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跟随是 follow, to follow. OK. How to say to pat a dog? 就是撸狗吧，现在比较流行的用法是撸狗，或者就拍拍狗，拍拍狗，好 pat a dog， 好 pat， 好拍拍狗，或者现在说撸猫撸狗，对不对啊？好，那么温驯的老公很怕老婆。运动员们跟随队伍进入会场。好，这里你们看到了跟随在这里就像英文的 follow， OK， 它的意思是跟着某人或某事行动。好，那在这里呢，当然它是跟随 follow a team， 跟随队伍，然后他们做的行动 they take a move， what's the action？ Enter into the venue， 好，他进入会场。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跟随的意思就是你跟着某人或某事做一件事情。好，所以你们现在跟老师学中文，其实跟随是一个比较稍微 formal 稍微正式的用法，现在在中文里我们常常用跟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说运动员们其实会加个着啦，表示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会说跟着啊，这个老师等一下会讲。通常我们跟随是比较正式的，我们现在都说跟着啊，跟着是更常用的，更口语的表达。好，跟着运动员们跟着队伍进入会场，这个是更常用的一个表达。当然你说跟随听起来比较正式啊，比较正式一点，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啊，意思是差不多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语法点。跟随，其实现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用跟着都可以，跟着是更加口语的表达。好，它的意思是跟着某人行动 ，follow someone to do something。好，那么所以当你听到跟随的时候，它更强调这个第一个比较正式，第二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书面语一点的表达，口语中我们用跟着。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句子，士兵们 soldiers， 士兵们，敌营。好，这个敌营表示是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地方叫敌营啊。好，将军 general， 将军，冲入 rush into， 冲入 rush into。 好，跟随。好，所以如果你跟随一个人，表示你可能要遵守他的命令，或者他对你来说是他是指挥你的人，
所以你会跟随他，他可能是你的将军、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会跟随他，你必须听他的话，你要跟随他的政策、他的命令。好，所以跟随是更有这种你要遵守对方的命令或指示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说更正式一点啊。可以，你可以说我跟着理查老师学中文，绝对可以。所以我说跟着是更口语的用法啊。各位同学，我跟你们说明一下，你们可以说我们跟着理查老师一起学中文，没问题。我们跟着理查老师学中文，没问题。我们跟随理查老师学中文，not really, because you don't need to follow my you don't need to obey my orders, right? 所以各位同学，跟随你要跟随的对象，他可能是你的 God， 可能是你的神，他可能是你的 boss， 他可能是你的老板，他可能是你的 instructor， 他可能是你的将军、上司，他是一个你会相信他，或者你必须遵守他命令的人，你才会去 follow the person， 你才会去跟随他。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要求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因为你完完全全相信他。所以跟随有这种感觉，你们会跟着我学中文，但是你们不会跟随我。You don't need to follow me。我不是你们的上司，我也不是你们的将军，我也不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不需要跟随我不需要跟随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跟着就可以了。你们会发现跟随是一个更正式的用法，而且你必须相信他，你必须遵守他的命令，而且你相信他的生活哲学，你相信他的说法、想法，这种感觉好的。那士兵们敌营，将军冲入，跟随。好，你们都答对了。士兵们跟随将军冲入敌营，因为你们要听将军的话，将军的命令要遵守，所以我们用跟随。可不可以用跟着？士兵们跟着可以，跟着更强调的是那个 action， follow action。跟随 is like you follow his instruction, you follow his philosophy, you follow his thoughts. OK， 军命我没有听过军命我跟随上帝可以所以各位同学，雅玲说我跟随上帝可以 because you follow the path, you follow the religion. 我跟随上帝，我跟着上帝to do what？ 做什么事情？可能你要说的清楚一点好，所以如果你们跟我学中文，你们是跟着我学中文，你们不用you don't need to 跟随我，你们不用跟随我，你们跟着我学中文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下一题他决定去国外老师学习跟随。好，在这里你会发现它不是单纯的 follow， it's not just follow, it's like 他要跟着这个老师，他相信这个老师，他要帮助这个老师，或这个老师会帮助他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follow, it's not just be with. OK， 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当然这题你也可以用跟着他决定跟着也可以。好，秀秀说这家公司善于跟随市场趋势，不断推出新产品，没问题。他决定跟随老师去国外学习，非常好，非常好。好的，他跟着老师去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去国外学习。
他决定跟随老师去国外学习，他决定跟着也可以跟着老师去国外学习。那么当然跟随 has deeper meaning, right? Has deeper meaning. 好 ，OK， 我们来看下一题。好，再来跟随，除了跟某人之外，你也可以跟着一种思想 ，kind of thought, kind of trend， 一种潮流。好，所以跟随除了人之外，你可以是跟随着某一种思想或潮流，或者某人的脚步。好，我们来做题目。喜欢时尚潮流，年轻人跟随。好，这题应该不难。那你们知道这个玩偶，当然现在非常流行的玩偶叫拉布布，对不对？你们喜欢拉布布吗？有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收集这种玩偶，叫拉布布。好，所以拉布布也是一种时尚潮流 kind of trend。好，年轻人喜欢跟随时尚潮流，年轻人喜欢 follow 跟随时尚潮流。好，答对了，这题蛮简单的哦。好，拉布布现在听说在日本、在韩国、在欧洲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看到拉布布都疯了，哇，好可爱，对不对？但是李朝老师觉得这种时尚潮流蛮无聊的，我觉得拉布布有什么可爱的？好丑。所以像我这种老人是不喜欢这种时尚潮流的哦，年轻人比较喜欢。你喜欢拉布布吗？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他总是 always， 他总是内心的感觉来做决定，跟随。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有些人他做决定，他不会去计划，他凭的是直觉，他靠直觉来做决定。他觉得心里告诉他应该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心里告诉他应该那样做，他就那样做。这种人，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凭感觉做事的人，凭直觉做事的人。哦，不晓得你是不是这种人？有的人他做事情的时候不会不会计划的很详细，甚至不会做计划。这种人就是凭感觉、凭直觉做事的人，他总是跟随内心的感觉来做决定。答对了，他总是跟随内心的感觉来做决定。你是这种人吗？有的人是凭直觉、凭感觉做事情的，有的人是凭直觉做决定的。所以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会做完计划，分析完了再做决定，有的人觉得我的心里这样告诉我，他就做决定了。所以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喜欢今天的课吗？那么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明天是周二，我们明天再继续来上课哦。喜欢我的课的同学记得帮我点赞留言，明天准时来上课哦。好，我们晚安咯拜拜。